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梦星云。这期讲的是 OpenCloud 的 Skills。OpenCloud 有非常多的 Skills， 它几乎能够满足各种各样的功能和要求，能够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只要你选对了 Skills， 安装了 OpenCloud 的 Skills， 就像养了一只山海经里的群儒。群儒一开口，东西南北四处鸣叫，到处炸锅。你啥都不需要干 ，OpenCloud Skills 把活都干完了。话不多说，先来看一下 Tavily。我们知道 OpenCloud 本身是不能直接上网的，如果我们要查询或者搜索网络，就会需要安装 Skills。那说到 Skills， 我们当然会需要 Cloud Hub， 到 Cloud Hub 里面找一下能够在线搜索的 Skills。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 Tavily， 新很多的，调用次数也很多。我们知道 Cloud Hub 本身是没有什么监管机制的，所以要尽量挑这种新多、调用次数多的，这样就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另外，在使用 Tavily 之前，先需要有一个 API Key， 它的 API Key 需要到它的网站来申请，这是它的官网。首先需要注册一个账号，点一下Sign Up。注册账号很容易，给一个邮箱就行，然后把这个数值填到这里，点 Continue。给了邮箱以后，会需要再给一个密码，然后需要验证邮件，邮件验证好了就会进来。登录进来以后就会看见它的 API Key 每个月是有1000个 credit 的，这个是免费的。那如果你搜索的量比较大，超过了1000个 credit， 要怎么办呢？没有太大关系，你再申请一个账号就是了。申请账号也很容易，点一下这个加号，给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可以定义的。如果你不想用超1000个 credit， 就把这个勾起来，这样它就绝对不会用超1000个 credit 了。当然，如果你想再稳定一点，就把它设成999，然后点创建按钮，这样就有 API Key 了。尽量不要用这个 default， 因为这个 default 按官网的讲法是一个示例 API Key。创建 API Key 以后，把它复制一下，点这个按钮就可以复制，把它保存到本地一个你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方便等会儿使用。有了 API Key 以后，就需要安装 Tavily Skill， 点一下 Browser Skills， 就是第一个了。你可以看到它的真名就叫做 Tavily-Search。你当然可以直接使用命令行来进行下载安装，在用 Cloud Hub 命令之前，先需要安装一下 Cloud Hub， 用这个命令就可以安装。安装好以后，用这个命令搜索一下 Tavily-Search， 找到 Tavily-Search 以后，就用这个命令进行安装。但是那样不是有点麻烦吗？你可以直接点到这里面去，它这里可以直接提供一个下载的安装包，点一下就能下载。下载好以后，把下载好的 zip 文件夹解压一下，然后用这个命令先创建一个 Skills 的文件夹。如果你在你本地 OpenCloud 的配置文件夹底下 Workspace 文件夹底下已经有了，就不需要第一条命令，也就是这一整条命令的前半部分都不需要。如果没有，你就需要先生成一个 Skills 的文件夹，然后把解压好的 Tavily Skill 的文件夹整个复制进去，按回车，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 Tavily Skill 是不是已经被复制到 Skills 这个文件夹底下，按回车，确实可以看到已经复制好了。清一下页面，这个时候你需要用这个命令重启一下 OpenCloud。稍等一下就重启好了。这个时候你到 OpenCloud 的 Dashboard 这边，在 Skills 底下，在 Workspace Skills 底下，就会看到 Tavily， 它的状态是启动的。然后你可以直接调用 Tavily Skills， 对这个东西的走势做一个分析，按回车。他说没有 Tavily， 但是这里明明有显示。我们看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他自己检查一下。我让他自己检查了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确定已经把 Tavily 安装好了。他检查以后的结果是 Tavily 已经安装，但是需要 API Key。之前我们也拿到 API Key 了。他说请您提供 API Key， 他来进行配置。我把 API Key 提供给他，然后让他帮我配置好，配置好了让他通知我，点发送。等配置好以后再来看。很快就配置好了，配置好了以后，他对我刚才的那个问题直接做出了搜索和回答，下面这一些都是他的答案，基本还挺好的。
我们用这个命令看一下它到底做了什么配置，其他都没什么，基本上就是配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变量。那 Tavily Skill 就配置好了 ，OpenCloud 也就可以联网搜索了。当然，如果你用的是 Ollama 的话 ，Ollama 本身是提供一个叫 Ollama Web Search 的东西，它也可以实现联网搜索。但是 Tavily 不是更流行嘛？之前已经讲过这个 Blogwatcher， 它是帮我们监看各种文章的。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Gog， 这个是帮我们控制 Google 的那些工具的，它可以控制 Gmail、日历、文档，诸如此类。首先要安装，点一下这个按钮就能安装。看到这样的一个绿标就是安装好了。安装好以后用这个命令重启一下 OpenCloud， 很快就重启好了。到 Google Cloud 里面去，你是哪个账户的 Gmail 的邮箱要管理，就用哪个账户登录 Google Cloud。登录 Google Cloud 以后，进入它的 Console， 可以在这里点 API and Service， 也可以点这3条杠的按钮，在这里也有 API and Service。我们要选的是这个 OAuth 的这个选项，这个是一个认证选项。如果你之前还没有做过 OAuth 的认证，这里是空白的，点一下 Get Start。进来以后随便给一个 APP 的名字，选一下你需要的邮件，然后点下一步。关于受众群体，我们需要进行外部的沟通，所以选这个，点下一步。给一个联系邮箱，点下一步。同意它的条款，点继续，点创建，点击 Create OAuth Client。关于应用的类型，选 Desktop。名字给一个 ABCD-1， 这个名字是可以自定义的。创建可能会需要5分钟左右，点创建。创建好了以后，把这个 JSON 文件下载下来。刚才的那个 JSON 文件你要保存到一个你本地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因为它只会在刚才那个 Moda 里面显示一次，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了。认证好了以后，把 JSON 文件拖入，然后告诉他，让他帮我们配置一下它的认证。认证好了以后，要用这个命令进行授权。这个部分要替换成你自己的 Gmail 的邮箱。替换好以后按回车，授权的时候会打开认证页面，对你的项目进行认证。但是似乎是出错了，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错。这里显示是 offline， 也就是 Google Cloud OAuth Client 并没有被激活。回到 Google Cloud 底下，我们点一下创建的这个 Client， 看一下它的详细信息。对，目前是依旧没激活，它激活会需要等5分钟到几个小时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认证它肯定是可以用的，而且它也确实是把项目关联到你的账户去了。但是如果 OAuth Client 还没有激活的话，就只能继续等。但是这个认证步骤大概是没有问题的。通过这个认证进行完授权以后，就可以控制比如说 Gmail 了。你可以让它查看邮件、总结邮件、发送邮件、删除邮件，步骤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如果 Google Cloud 的 OAuth 的 Client 还没有被激活的话，就只能继续等。但是步骤就是这么一个步骤，大概是没有问题的。等 OAuth Client 激活以后，再次做验证，通过验证进行授权，授权完以后就可以控制你的 Google 的这些小工具了，比如说 Gmail， 你可以用来发邮件、检查邮件、删除邮件，还可以定时来发邮件。那 Gog 的大体步骤就讲好了，我们继续看别的。接下来快速看一下这个 Coding Agent， 它是可以和 Codex 和 Cloud Code 合作，帮你控制整个代码开发的过程。它默认是已经安装好的，你要确保 Codex 或者 Cloud Code 在你本地已经安装好。安装好以后重启一下 OpenCloud 就可以开始用了。就比如说告诉 OpenCloud 用 Coding Agent 做一个打飞机的游戏，要求是本地浏览器就能用，做完了直接打开浏览器展示结果。
然后它就会自己去做了。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 ，Codex 和 Cloud Code 并不是免费的。当然 ，Coding Agent 加上 Codex 和 Cloud Code 是蛮强大的。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MCP Porter， 首先要安装，安装就点这个按钮，看到绿标了，就是安装好的。安装好了就到 Chat 里面，我们给一个这样的要求，让它自己配置一个 Google Map MCP， 它的作用就是输一个地址，然后查找附近最近的咖啡店。它已经做了一部分了，现在要的是 API Key， 回到 Google Cloud， 点一下 API and Service， 点一下 Library， 按照要求我们把要的库一个一个搜出来。好，这个 API 已经 enable 了，点小箭头回头，搜索第二个，选中，点击进去，点一下 enable 的按钮，稍等一下，有的时候会需要验证账户，每个月只有$200是免费的，超过以后会需要把免费账户变成付费账户。我们验证完再继续，验证好了以后，Geocoding的 API 也就启动了。还需要再搜索这样的一个 API， 选这个，点第一个，点启动，这样就启动好了。点回头，这个是新版本啊，也点进去，也点一下启动它。这个没有免费额度啊，直接关掉。点这3道杠的按钮，选择 API 和服务，点 Credentials， 点一下 Create Credentials， 点一下 API Key， 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在 API 限制这里选一下，也就是把我们刚才几个需要的 API 全部勾起来，点 OK， 然后点创建，这样这个 API Key 只对这些服务起作用。有了 API Key 以后，保存到你本地，关掉。如果你这下没有保存的话，点一下 Show Key， 它等一下还是可以再次看见的。然后把这个 API Key 给 Open Cloud， 然后点发送，主要就是让它继续帮忙配置。看上去还有一些步骤需要做，点这个链接启动 API， 等几分钟让 API 生效。好，我们按它的要求做，点击打开这个链接，点一下 Enable， 这个不是免费的，关掉。回到 Open Cloud， 因为这个是没有免费，所以我们告诉他不要用这个，用旧的这个 Place API 就可以了。发送一下，这个东西需要绑卡，那这样就暂时先不继续了。但是大体步骤就是这样，你是完全可以用 MCP Porter 来帮你制作一个 MCP 的服务的。下次用高德地图试试，也许高德地图就不需要这么多的绑卡的东西。有空用高德地图试试，也许高德地图都不需要这样麻烦绑卡。今天运气不太好，一直在打脸翻车。Open Cloud 还有很多其他有用的 skills， 基本上在 Cloud Hub 上面这个 Popular Skills 基本上都是要装的。比如说像这个 Skill Vector， 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在你要下载 skill 的时候，提前帮你审计一下这个 skill 啊。因为 Cloud Hub 本身并没有很严格的审计系统，所以它这里下载的技能并不一定都安全啊。但目前 Cloud Hub 又是最大的技能网站，所以我认为弄一个 Skill Vector 比较好。如果这个东西有风险，它会提前把这个风险告诉你，然后你决定要不要下载。我们准备用官网推荐的这个命令来进行安装，点一下 Browser Skill， 输入一下 Skill Vector， 它的名字就叫做 Skill-Vector， 修改一下，复制，用官网推荐的命令下载一下，下载失败，并不是命令的问题，也不是权限的问题，全网都在报 Cloud Hub 的命令没有办法进行下载啊，会出现获取失败的消息。那这样子的话，用命令来安装就只能等官方修复了。但是官方应该已经知道了，因为这个东西全网都在报啊。但是没关系，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它有没有安装包，也就是 zip 文件，点一下 zip 文件也可以下载安装，保存到本地，解压，放到 Open Cloud Workspace 的 Skills 文件夹底下就可以用了。解压好以后，用这个命令把 Skill Vector 放到 Workspace Skills 文件夹底下，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是的，确实存在了。然后重启一下 Open Cloud， 在 Workspace Skills 底下也可以看到这个 Skill Vector，
我们看一个 skill vector 的一个用法，用它来对已经在 OpenCloud 上安装的 skills 做一个评估，给一个列表，这样就会发现有12个是需要关注的，这20个是风险一般的，这15个是安全的。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考虑，如果没有非常有必要的话，可以把这些 hide 都去掉。然后是看一下这个 self-improving agent，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通过学习以及对错误的交叉比较来优化 OpenCloud 的长期记忆系统和交互方式，也就是它的作用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它在帮 OpenCloud 自己提高自己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免费使用。点击下载，下载解压，解压以后放到 Skills 文件夹底下。这个是 Mac 的做法 ，Windows 的文件夹估计也差不多吧。用这个命令，把新下载的 Skills 放到 Skills 文件夹底下。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它确实就在这里了。重启一下 OpenCloud， 这样很快就重启好了，这样它就可以用了。用也是使用对话的方式和它进行交互。另外像比较好用的 skills， 像这个 summarize 和 weather， 这个作者本身就是 Peter Steinberg， 就是 OpenCloud 的作者本人啊。summarize 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它是用来做总结的，正如它的 skill 的名字一样，而且它什么都能总结啊。PDF、图片、音频也能总结，视频也能总结，甚至字幕都能总结。Weather 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正如这个 skill 的名字一样，它就是用来做天气预报的。它能够快速响应你今天或者你未来一段时间对天气需求的变化的应对。这两个不需要安装啊，因为这两个都是 building skills。比如说你输一下 summarize， 你在这里就会看到 summarize 是在 building 里面的。你输一下 weather， 就会发现 weather 也是在 building 里面的。所以你安装 OpenCloud 的时候就可以安装它，除非你安装 OpenCloud 的时候没有安装，你才会需要再去 Cloud Hub 里面把这两个捞下来。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推荐的 skills，就比如说这个 Find Skills， 它是干什么呢？它是假如你有一个事情要做，但是你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 skills， 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问一下该用什么 skills。正如他这里讲的，它解决的是一个 How do I do something 这样一个问题。另外这个 Proactive Agent 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把OpenCloud 变成你给他一个任务，他就只执行这个任务，变成你给他一个大目标，他会主动想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并且还会预测可能会需要做什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正如他这里说的，他会把它从一个 Task Follower 变成一个 Proactive Partner。下载安装一下，安装就能用。安装好了，可以在 Workspace Skills 底下看见。比如说有了 Find Skills， 我们就给一个这样的提示，说要做开发，需要用些什么，推荐尽量要用免费的，看一下他会给什么建议。可以看到很快它就会出现结果，有可以用的 skills， 有需要的工具，以及必要的条件。讲白了，Find Skills 它的作用就是在你不知道要用什么工具，这种时候它就会快速帮你总结出你需要什么工具。那这个 Proactive Agent 的话，这个要长期用才会有点效果吧，短期用可能没什么效果。不过它新很多，传输次数也很多。另外还有一个 Skills， 就是这个 Agent Browser， 点一下，进来看它的详细信息。它这个地方说的非常清楚啊，它处理的就是 Browser Automation 啊。
这 skill 还是挺有用的，因为平常你要配置半天才能够做 browser automation， 现在用这一个 skill 就可以了。你看它这里说的很清楚，包含无障碍速快照和基于参考的元素选择。换言之，也就是说，像选择某些特定的元素，这些都是可能的。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要填表、提交表格，这个东西都应该可以帮你做。下载安装就能用。记得要重启 Open Cloud， 重启完以后就可以看到 Agent Browser 了。然后我们就使用这个 Agent Browser 打开浏览器，然后看一下南宁今天的天气，点发送，很快啊就出结果了。这个就是南宁的天气了。但是问题是，它是在 Chromium 里面，也就是按它官网的讲法，是在 Headless Browser 里面做的，可以操作网页、搜索信息，这个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有浏览器真的被直接打开，所以我们再问一下，让它直接打开本地的浏览器，它也是直接打开了本地的浏览器，还进到了百度里，关掉。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打开隐身模式啊，然后来搜索一下天气，发送。好的，它确实是能够打开隐身的模式，确实是自动在搜索南宁的天气，它还会自动截图看结果，这个的结果就已经出来了。我们把这个结果和之前那个结果比较一下，是一模一样的。之前这个它也没有瞎说，那么这个真的就是解决了浏览器自动化的很大程度的问题。那我想像登录注册啊、填表格啊，诸如此类的，也都可以去试一试。这期主要讲的就是 Open Cloud 的 skills， 主要是一些我认为比较实用，在官网上排名也很靠前的这些 skills。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